现在后悔了。如果假如卖掉的话，直接200万，亏掉80万，真的是非常的后悔。给大家说一说啊，这高层的房子啊，其实有几大通病啊，一般人可能真的接受不了。当初呢不听家人的劝呢，执意要买这么高楼的一个房子。说实话，买的时候啊，心情有多么好，住了这么多年，就有多少的糟糕的心情。说实话，这种高楼层的话，小区物业是非常好的，门口基本上都是保安的在那边啊，随时随地的。像那个外卖啊，基本上都是放在门口，基本上安全性啊都是比较高的，比那种没有物业的老小区要好。这高层的住宅呢，有几大通病，大家呢一定要提前了解知道。像以后啊，这样的高层住宅应该不会那么大兴的建了啊，因为现在国内的房子还是做的比较多了，库存量还比较大，所以呢，像这种高层的住宅呢，有几大心里面糟心的点，今天必须要给它一吐为快，不然憋得心里面太难受了。当初呢，我到这边买套房，总共是花了200万，首付呢付了一个60万多一点点，贷款了140万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买了5年了，5年呢，如果60万存到银行的话，利息的话，差不多就有12万到13万，因为那个时候定期存款利率还比较高，4.6几啊。5年的话，对不对？相当于20%，2612，12万。然后如果现在房价卖掉的话，200万的房子啊，我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贷款了120万，每个月还将近6000多点的那个房贷，总共还了5年的时间。5年的话，差不多就是36万到37万左右，这其中只有6、7万是本金，30万是利息。前年呢把房子拿出去卖，中介一挂，以为啊这个房价至少还能卖个180万，没想到啊现在居然只能卖个140万，直接亏掉了60万。你说我这房子呢，现在是卖还是不卖呢？大家先听听我的这几点糟心的点。第一个就是早上上班必须要早上起来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，不然很有可能因为等电梯啊或者楼层一层一停，很容易上班就迟到了。第二个呢，就夏天的时候啊，像这么高楼层啊，这个水压是很难上去的，水压上不来，洗澡的时候啊，经常性的水压很小，刚好把沐浴露倒好啊，洗发液头发都搓好了，准备来冲的，水压小了，根本就冲不干净。再一个呢，在楼层高的时候啊，这么高的楼层，窗户是不敢打开的，因为一打开之后风呼呼的，至少有2到3级的这个风啊，吹在人身上很不舒服。而且像这样的房子与房子之间呢，它都有那个连廊，主要是在电梯这一块，对不对？就是为了视野开阔，然后可以放一点东西，但实际上那个连廊那里还是风很大很大，有时候啊是不敢让自己家小孩啊从那边经过，经过的话生怕从这旁边掉下去了。然后那边呢也装了那个安全护栏了，早些年的时候没装，后面装了，也是因为啊特殊的一些情况。再呢还有点不好，就这么高层的住宅了，有时候电梯还遇到检修了，只有1部电梯，那就更痛苦了。那为了赶时间呢，有时候买完东西回来呀，停完车从楼上爬上去，你说人轻松的爬上去，年轻点没什么，自己的爸妈老了，对不对？爬上爬下的根本吃不消，就想想以后啊，自己从这边上面下去来的话，多么的一个不习惯，甚至股都要搞涨价了。反正呢，现在房子如果卖掉的话，会亏掉12万的利息，然后房子的话会亏掉一个60万的一个本金，就相当于是72万。72万呢，为什么会说亏掉8万块钱呢？因为当时啊，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费用，中介费啊，杂七杂八的费用啊，都要亏掉，还有买新家具的费用都算到里面，